感染後體溫上升期最重要的2個特徵就是產熱和應激反應，其中產熱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惡寒寒戰。但是問題來了，是不是只要寒戰就代表患者一定處於體溫上升期呢？答案是不一定，因為體溫上升期只是感染過程中的一個階段。當人體的體溫升到調定點之後就會進入體溫持續期。這個時候人體已經不是單純產熱，而是產熱和散熱交替進行，所以患者有時候仍然會覺得冷，甚至會寒戰，但下一刻又開始發熱出汗。寒戰並不是體溫上升期的專利，所以臨床上不能一看到寒戰就認定是體溫上升期，也不能一看到怕冷就立刻叫病人喝薑湯發汗。如果判斷錯了，治療方向就可能完全相反。那麼要怎麼區分呢？其實很簡單，真正的體溫上升期必須同時符合3個條件：第一，有產熱反應；第二，沒有散熱反應；第三，有應激反應。《傷寒論》其實早就寫得很清楚，太陽病或已發熱或未發熱，必惡寒、體痛、嘔逆、脈陰陽俱緊者，名曰傷寒。脈陰陽俱緊這5個字其實隱藏着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，它是在確認患者還沒有進入散熱階段。學過中醫把脈的人都知道把脈分成3個層次，輕輕搭上去感受到的叫浮取，稍微用力叫中取，重按到底叫沉取。這裡所說的陰陽可以理解為浮與沉，也就是說不論輕取還是重按都能摸到一種緊實有力的脈象，這就是《傷寒論》所說的脈陰陽俱緊。那麼什麼叫做脈緊呢？很多人以為緊脈就是受寒以後血管收縮，所以摸起來很緊。其實脈管出現緊實的感覺大致有2種可能，第一是血管收縮，第二是血管內充滿血液，在較高的張力下變得飽滿而有力。我認為《傷寒論》這裡描述的其實更接近第2種情況。感染初期人體交感神經興奮，心跳加快，代謝增加，循環速度增高，大量血液快速流動，因此動脈摸起來會有一種飽滿、緊實、有彈性而且搏動有力的感覺，這就是緊脈。它不只是緊，還代表力量足、張力高、循環旺盛。這也說明人體此時仍然以保留熱量、持續產熱為主。如果已經開始大量散熱例如全身出汗，皮膚血管明顯擴張，血液重新分配到皮膚表層，脈象往往就不會維持這種緊實有力的狀態。因此《傷寒論》特別寫下脈陰陽俱緊，就是要提醒我們，患者目前仍處於沒有散熱、持續產熱的階段。當然臨床不一定非要靠把脈才能判斷。觀察患者有沒有出汗，皮膚是偏冷還是偏熱，是否仍持續惡寒，再配合體溫變化，通常就能判斷身體是否已經開始散熱。也正因為如此後世醫家才在太陽傷寒前面加上了無汗2個字，形成大家熟悉的太陽傷寒無汗，目的就是幫助臨床更容易辨識，提升診斷的準確性。如果這支視頻對你有幫助，也把它分享給你家中長輩、親朋好友。想了解更多中醫與現代醫學的臨床真相，記得訂閱頻道。我們下次再見。